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olly，欢迎大家收看，跟着 Polly 一起一次搞定排序跟成分组成。那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很简单，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可能会需要去做排序。那我们在做排序的时候，很前面之前有讲过怎么去做到排序。那如果我不是只有单纯的排序，我希望它前面再帮我加一个序号的部分的话。如果我今天的图示长这样，这是很简单的，也做得到。但呢，你会发现说，我想要在我的直条图里面去加入我的类别，我想要看每一个类别的占比数字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排序怎么开始有一对多的问题。那有没有办法去帮我做到说，我把刚刚提到的类别放到我的直条图里面之后，那我的排序还是一样是一个一对一的结果，怎么去做到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是我们正常排序的状况，这个应该不陌生，也就是我把我的 customer 然后跟我的 sales 放进来之后，营业额放进来，我不就是在这边就可以去达到我们的排序？前面我们都有教过，直接按排序，然后依据我们栏位递减 sales 这个三个都把它加进来之后，这就可以达到排序的效果。那为什么？好，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们把刚刚提到的 category 放到色彩之后，你可以看到很莫名的，明明本来序号跟名称都是一对一的结果，怎么开始有一个一对多的产出呢？那会有那个聪明的学生跟我说，很简单，我们把序号拿掉就好了。当我把序号拿掉的时候，是不是达到我们刚刚提到的，我排序也是正常的显示？那但是呢，我的组成也是正常的。那今天如果主管问说，可是我想要有前面有那个序号啊，可不可以帮我把前面的序号找出来？结果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今天有序号的时候，我的对应到的客户名称就会是多值的部分。我们可以怎么解决呢？这边很简单，你可以通常我们在做这个排序之前呢，它通常会跟表计算会有关系。那在做表计算之前，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跟我说，我不晓得你这个序号的栏位计算栏位是怎么写出来的。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前面有一些集数我讲过，我们可以用 index 的方式把我们的序号放上去。那在这边我的序号呢，我的设定是离散的，但即便我做完这些步骤之后，我还是没有解决就是一对多而产生的这个问题。那有看到这个三角形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个跟表计算有关系。那其实我们就是要去做表计算的编辑。我们在这个表计算的编辑的时候，你要很清楚的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例如说，我现在这样看，就是发现，它的排序很有状况。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呢，它并没有把category 就是这个类别把它放进去，所以我把 category 也把它打勾，打勾完之后所在的层级，我要跟他说，我现在就在客户名称，所以透过这样的设定，你看这是不是实现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我同时有序号可以排序，那并且呢，我在直条图里面我放了成分的组成，也不会有乱掉的情形。那今天的分享其实相当的简单，那你可以跟什么东西去混合并用呢？你可以例如说，我现在排序我不一定是要 sales， 我可能跟 profit 也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再额外去增加 profit 的项目进来。例如说这里 profit， 好。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些延伸的东西。那如果你不需要 profit 有颜色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拿掉，但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 profit 的状况。好，那如果你在进阶的跟我说，我需要你在排序的时候，不要用 sales， 我用 profit 的方式去排，可以吗？那我们就把它选成 profit 一样去做递减。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时候我就是依据profit 的方式去做排序。但是我在 sales 的呈现里面，我需要系统来画面来告诉我说，
我在每一个类别里面的占比是多少。那我们现在看到是金额嘛，如果我想要看到 percentage，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在 sales 这边，我可以把 sales 的金额把它放进来，好，然后呢，在这个 sales 里面，我再把它变成合计百分比。接着的话，我们的表计算这边我要用横向的部分，所以94再加上5.53的这个 percentage 的话，它才会是100%哦。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达到了我今天想用 profit 去做排序，但是我的 sales 里面要帮我去分类我的不同的成分的组成的百分比，甚至我在最前面要有序号。你有很多的愿望，现在一次满足咯。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那我们讲了什么呢？我们讲了，怎么样同时去呈现序号跟我们直条图里面有排序的结果，直条图里面有类别的组成的结果。另外的话，我们最后加码了一个叫做，如果我想用 profit 的方式去做排序，可以吗？那你当然 profit 有没有呈现？例如说，我不需要它去做显示的话，我其实整个把 profit 拿掉也 OK 的。那为什么我要把 profit 放在里面呢？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我的排序是跟 profit 有相关的。OK，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哦，端看你怎么去做使用。好，那希望大家透过学习还有练习的方式，让你在数据分析上面越来越熟能生巧。谢谢大家，拜拜。